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日常使用的手工缝线的方法，主要分2种，等一下跟大家具体讲一下。首先讲一下，就是手工缝线的基础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就是重复相同的动作而已。只是有一些点需要提前注意的，就是比如这条边，你必须要把它切整齐划一，而且是不能有斜的情况，就是你切的时候，刀拿的时候一定要是平整的，你不能是斜的。斜的话，上边多下边少，你到时候你打展的话，这条边缝出来，上面是看起来还可以，然后下面就会特别靠近这边缘，那就废了，好吧？这是第一个基础点。边一定要切整齐了之后，你再去画线打展，这是基础。我先用1.0边线在这边画一条，相当于是辅助线吧。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看一下我这条边线到时候是在什么位置。然后第二步是你用变线器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什么工具，画线器都是一样的，然后在这个内侧再画一条线，这条线和那个边线之间就会空出来一个区域，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打展的区域了。然后呢，至于这条线画到什么位置，这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展的情况来定的。像我这个展，它的展尺的宽度大概是1.8左右，所以我画的这条线，里面这条线和外面的边线的间距就是1.8左右。我这个展尺就刚好落在这2条线中间，这样好控制一点。然后呢，打展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展刚好放在这2条线中间。记住一点的就是，这个展一定是要垂直于平面的，不能歪的，歪的话就废了。打完之后翻起来看一下，如果是没击穿，再击一次就好了。当然，如果说你的皮革会比较厚的话，像埃诺克这种展的话，它是盾封展，然后呢，展尺会相对较短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最好就是不要一次性打穿，因为打穿的话会导致平面上面部分的那个展孔会特别粗，然后背面只是一条缝而已。所以如果你的皮革特别厚，建议不要全部打穿，你后期用锥子去扎，好吗？然后剩下的就是一定要控制精确。我一般打的时候会沿着上一个展尺的后面2个孔去排列对齐下面的展，再依次这样打下去，就是重复同一个动作而已。这个是相对简单的。这里就需要你做一个精确的控制了，这个是根据自己练习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，就是这条线能不能打得直，直接关系到你后面缝出来的效果。如果这条线打得不直，后面缝出来的效果那就很拉胯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缝线。对于线呢，线的选择呢，像我这个2.7的展的话，我一般是用的是0.38到0.4左右的线，会比较
合适一点。如果用0.45甚至是0.5的话，那就可能会比较粗一点，就不太适合。所以我选择的是0.38到0.40左右的。针的话是用的 John James 的那个最小号的针。穿线我们需要先量取一下线的长度，我们一般是这样看，一般是4倍于单边长度的线来做一个计算。当然这个也要根据你皮革的厚度来进行控制，如果你皮革薄一点，3倍也够了，如果皮革厚一些，那可能4倍还不够。穿线之前很简单的一步，但是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我们这个线如果是它里面是沁了蜡的那种线还稍微好一点，没有沁蜡的线的话往往是会比较硬一点，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醒线。醒线是在手工缝制前对线的一个处理，让这个线变柔软一些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缝出来的线有些时候不太好看不太美观的原因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没有醒线造成的。醒线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拿一根针或者是拿一根其他的锥子之类的，把线绕在上面一圈，绕一圈，然后使劲拉就行了。这种动作一般重复个2到3次就足够了。醒完之后穿进去，我一般是会套2次，从这边扎一个孔穿过去，然后再扎一个孔穿过去。我一般是会套2次，拉紧。这天有点黑了，给大家换了一下那个橙色的，皮量稍微看得清楚一点。我这边的展孔排列啊，是指适合前面高后面低的这样的展孔，也就是这样排列的情况。我的方法适用于这样的啊，大家注意分辨一下。左边进，这个手拿着针的右手搭在这个穿过来的这个针下面，拔出来，插进去，从孔的上方插进去，然后这边这个手提着这个线的手绕过这根针，从上面绕过这根针，然后拉的时候我们左手更高，右手更低，以这样的方式去拉这个线，而且要保持它的用力平均，不能过猛也不能过轻，这个是需要大家长期练习掌握的一个度，这个不能分享吧，就只能大家后期慢慢去琢磨一下。然后就是重复这一个动作了。缝线的方法很简单，左边进，搭在下面，抽出来，从线的上方穿过去，这边绕一下，从上方绕过去，拉紧。然后下面我给大家演示的话，就全部都是以这个姿势快速的给大家缝几针。等你熟悉了之后，这个动作就会非常的快速，而且出来的效果不会差。这个方法呢，主要适用于双面的，都想展示出来的是波浪线的情况。刚刚没有录到啊，
然后剩下的我给大家讲一下我那个单面波浪的那个方法，就是比双面波浪的方法少了一个步骤。同样的方法也是从左边进针，拿手的针搭在这个针下面，从孔的上方穿过去。双波浪的时候，我们这边是需要从这个针上面绕过去，然后单波浪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绕了，就直接拉紧就好了。然后重复同样一个动作就好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一般只用在那种背面不会被看到的情况下，我只需要保证正面是波浪线就好了。而且这样出来的效果啊，正面的波浪线迹会更好看一点，比双波浪的线迹会好看一些。这两个方法呢，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，自己去看你自己的需求，来决定用什么方法。然后剩下的话就是怎么样把这线处理一下。我发现很多人做这个织欧格的时候啊，他们最后一步都不会去修这个线，或者是去把这个线敲平整。个人觉得啊，你不敲的话，这个线会比较难看一点。然后我一般会敲一下，或者是用这样的平口钳把它夹一下，之后，这个线的线迹马上立竿见影就会好起来。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，一部分夹，一部分不夹啊，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。看一下，能看到吗？前面是夹过的，后面是没夹的，这个差很多的，这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夹过或者是敲过的线的话，看起来平整，而且它的这个质感强很多，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都会强很多。你看背面的这种地方，如果你不敲的话，它全是那个针拉扯过、线拉扯过的那种痕迹，很丑。有些人不喜欢做这样的细节的处理，但是我个人建议是，你有条件、有时间的话，一定要做这个步骤。然后剩下还有一个步骤，也是极少数人使用的，就他们不在乎细节的话就无所谓。我这个人是会比较在乎一点，像我这里看目测的话，这个针下面这部分，这个线下面这部分会多出来了。我不管是从这条线直接这样看过去，还是我这样看，这一颗这一颗都会太低了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做一个精修，就是把这个线稍微修的和前面一样。这个针太上了，你多了这个步骤，注意这种细节，你到时候夹一下出来的质感就会好很多。然后我这边全部都修理完了，这里就给大家对比一下双波浪和单波浪的效果。这边前面部分都是双波浪的，然后你看背面也是波浪，正面也是波浪，能看到。然后后面这一点点就是正面是单波浪的波浪线的明显的单波浪，而且它的质感会比前面双波浪会更好。然后它的背面可以看得到是一条直线，它没有波浪的感觉，一条直线。这种情况下我一般只会用在前夹呀这种非常靠里的位置，它不会被人看到的地方才使用这种方法。它正面的效果是非常棒的，
但是背面就是一条直线。然后这2种就是我自己常用的手工缝线的方法，仅供大家参考啊。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看到的话尽量给大家解答一下。